这消费还是降级了。这七夕花店晚上准备了这么多，都空的，没卖出去，全都是空的，老板准备好的。消费果然降级了呀！今天27号，一屋子的浪漫已到货，但是一个预订单都没有。今年都不谈恋爱的吗？啊，哈哈哈哈！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今年七夕真的凉了，花店老板哭晕在厕所。其实呢，这还不仅仅是消费降级的问题，而是男人不愿意盲目为女性买单了。现在中国男性更加理性，拒绝做舔狗。12月5号了，12月5号了。鲜花12月5号了，12月5号了。来，鲜花12月5号了，12月5号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七夕非常的冷清？就我朋友圈里面都没有晒照片秀恩爱的，就路上也没有看到外卖小哥送鲜花的就比较少，甚至电影院里面排片率都挺少的，就会感觉是非常的冷清。但其实觉得也挺正常的，因为现在就是男的怕被捞所以不想付出也被单着，所以呢女的她也不想谈恋爱了，觉得很没有意思，因为一些家暴杀妻的新闻也不太相信爱情了。鲜花10块钱5把了都没人买，难以想象这一幕发生在七夕，可是呢它却是真实的存在着。中国经济在疫情后一路不可逆转的下滑，这使得普通的老百姓更加谨慎的消费与投资，连消费主力军年轻人也开始过着勒紧裤腰带的生活了。而随着结婚育儿成本越来越高，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贯彻自己就是最后一代的理念。每年的520和七夕，空气中都洋溢着爱情的气息，而今年七夕成为今年以来最惨淡的七夕。一位北京的网友调侃称，北三环附近的商业圈，路边玫瑰降到3块钱人民币一支，仍然是没有几个人去买。而他一个朋友吐槽道，趁着周末约了一个朋友吃饭，结果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后来才回过神来，和兄弟吃饭不小心约到了七夕。这就是北京的七夕节消费。那么其他城市呢，估计还不如北京。那么很多网友都认为呢，这是很多男性都觉醒了，拒绝当舔狗。没有超能力的加持，七夕节商家白忙活了一场。而这里面呢有2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年轻人降薪失业，消费降级，不得不脱离舔狗的队伍；而另外一部分呢，则是人间清醒，选择为自己花钱。小肖呢，就是觉得自己突然间活明白了那种人。2025年的4月的一个阴天，小肖终于收到了自己下单购买的捷安特碳纤维自行车。这辆价格超过7万块的顶配车型，是他送给自己的28岁的生日礼物。那么在此之前呢，这辆车在他收藏夹中已经存放了长达1年之久。就在那一天，小肖发了一条朋友圈，庆祝自己愿望达成，同时呢，悄悄删除了一条旧动态。那是3年前和女朋友官宣恋情的合照。3个月之前，他和交往4年的女朋友和平分了手，房子没买，婚也没结，留下一笔原本打算作为房子首付的积蓄。小肖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作为典型的广东男孩，他从小被父母教育5米5好包饭，5楼5好结婚，生活路径是清晰的，几乎是雕刻：读书、工作、存钱、买房、结婚。刚参加工作时，小肖消费观念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能不花就不花。每月工资一发下来，生活费占去了1/4，另外的1/4交给父母，剩下一半全部存起来。对他来说呢，为了未来牺牲当下的享受，才是有责任心的体现。和女朋友交往的3年期间，他们为婚房选址看盘，也几乎攒够了首付。虽然只能上车龙岗区的一套老破小，但小肖觉得有属于自己的家比什么都重要。那几年，他的朋友圈动态基本上除了工作、运动，就是副业兼职，很少出现消费的痕迹。为数不多的旅游动态，只有和女朋友共同出行的记录。然而转折发生在2024年，小肖所在互联网部门经历一次大换血。他虽然保住了职位，但薪资也从1万出头缩水到了8000块钱左右。女友则在被裁员以后选择回到湖南老家发展，2人和平分手。
平复情绪以后，小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消费观念。当把车子、房子、婚礼等必要的支出从人生计划中暂时划去之后，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手中可以支配的收入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那辆碳纤维自行车，其实呢，他早就想买了。作为一名骑行爱好者，他曾经无数次点击骑友的测评 Vlog， 但始终没能下单。一方面是觉得存钱结婚才是刚需，另外一方面是觉得用几万块钱作为爱好投资好像是不够理性、不够成熟。但是这一次，他终于按下了下单的按钮。之后，小肖还开始一项项的补作业，不仅添置了早就种草的始祖鸟长裤，还补充了专业运动的手表、护具、GoPro 等专业的骑行装备。当他绕着深圳湾的公路骑行，感受到自由的夜风吹拂在耳边的时候，他感到终于对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更清晰了。我也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觉得现在的不确定性太强了，不想把所有的钱和生活都投入到无法掌控的未来当中。小肖这样说。那小肖的故事并不是个例。近几年，男性消费者的为爱买单正在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悦己消费的悄悄兴起。情人节、七夕、520等传统的情侣节日消费数据明显下降。根据爱美网的数据统计呢，2024年520节日礼品的消费当中呢，选择不送礼物的男性比例首次超过了3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以来，90后、95后的结婚意愿逐渐减弱，预计到2025年，平均初婚年龄可能会超过30岁。与此同时，男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波士顿咨询集团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报告就曾经指出，男性在线购物的人均年支出已经达到了10025元，超过了女性消费者。越来越多的男性不再把婚恋家庭当作消费的主线，转而在运动、游戏、宠物、科技等领域找到情感替代。快速的 Mobile 数据统计，男性用户在科技产品、健身器材、美妆护肤等领域的消费持续的增长，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新兴消费力量。而雪球数据则显示，2024年男性消费支出增速首次超过了女性。预计呢，到2025年，中国男性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6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0%。男性消费者开始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关注自身需求，追求兴趣消费和生活品质的提升。这种转变已经被许多品牌与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经济正在崛起，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曾经如火如荼的情侣经济却在悄悄的降温。2014年、15年的时候呢，每逢情人节，电影上座率特别的高，尤其是爱情片，几乎是场场爆满。深圳南山一家影院的售票阿姨陈阿姨回忆道，但这2年呢，明显都冷清了许多，爱情片上映的少了，看的人呢也少了，来看电影的不再都是清一色的情侣。闺蜜一家4口也来得特别的多，一个人看电影的也不少呢。缩水的不只是电影院的票房，珠宝、鲜花、情侣套餐，这些曾经情侣消费的标配，如今销量也是大不如前。比如主打一生只能送一个人的第2钻戒，其母公司在2023年的营收同比下降了9.5%，净利润同比下滑超过30%，难掩疲态。这背后呢，是男性消费者对消费主义鼓吹出来的仪式感不再盲从，他们开始把预算投向更能体现兴趣与自我认同的领域。一场关于男性消费力的翻身仗已经打响。以往男性是七夕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承担了购买口红、包包、首饰等讨好型礼物的主要责任。然而呢，如今男性变得越来越务实和理性。他们不再认为只有昂贵的礼物才能够代表爱，他们发现把钱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远超一场短暂的浪漫仪式。这是一种从为关系买单到为自己买单的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将消费重心从取悦他人转向了取悦自己，从浪漫需求转向了务实需求。对他们来说，一份共同完成的旅行计划，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或者是能提升生活品质的智能设备，比一束玫瑰花更有价值。
因为这些消费能带来真正的情绪价值与自我的提升。如果说男性理性是消费降温的一大推手，那么年轻一代的清醒则是直接拆台。Z 世代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对传统营销套路有着天然的免疫力，他们对爱情的理解更加多元化和去物质化。在他们看来，情感维系更多依赖于高品质的陪伴、深度的精神交流与共同的成长，而非物质的堆砌。他们不再被商家定义的七夕所束缚，反而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创造共同回忆、有独特体验的消费方式。与其花大价钱买个放在角落里的积灰的礼品，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共同学习一门新的技能，比如呢，报一次烘焙的课程，或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这是一种从仪式感消费到体验式消费的进化。此外，随着单身群体的扩大和独身主义的盛行，现在单身汉不再羞于过一个人的七夕，他们更愿意花钱取悦自己，去吃一顿大餐，看一场电影，或者为自己买一份心仪的礼物，这都让爱情绑架式的消费无处遁形。而躺平的婚恋观更是让男性觉得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民政部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突破了30岁，90后、95后的结婚意愿明显下降，单身且自由的生活状态逐渐成为常态。婚恋观的变化直接映射到了消费行为上，越来越多男性开始为自己而买。2023年，李佳琦在直播间首次设立男士专场，主推香水、洁面仪、电动剃须刀等男士的用品，场均观看人数突破了1000万，验证男性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网易严选也在2022年推出一人食的系列产品，主打一个人也要吃得好，涵盖迷你电饭煲、小锅炖品、单人素食等，精准击中独居男性的生活痛点。据网易披露，该系列产品上线3个月就实现了消费额环比增长120%。京东发布的2024男士消费趋势报告也指出呢，2024年男性在护肤、香氛、健身装备和智能家居项目类的消费同比增长超过了40%，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以外的地区，增速更为迅猛。如今年轻男性已经不再追求别人眼中的好生活，而是更关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愿意为兴趣、为品质买单。从沉浸式游戏设备到电竞椅，从轻奢香水到城市独旅，他们不再讨好别人，而是用消费来表达自我。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